我可以现在就上任吗？楚风问。你若是想的话，当然可以。白眉毛男子笑道。旋即，楚风便直接来到炼丹阵法前，开始炼丹。而楚风这一开始炼丹，莫说白眉毛男子没有走，就连其他阵法师也是凑了过来，他们都想看看上长老推荐的这位失忆的家伙到底有着怎样的天赋。可是楚风这一出手，便让他们大失所望。楚风的炼丹速度，作为刚刚胜任这个岗位的人来说，并不算慢，但却远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他们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可能是楚风还没适应，可随着时间流逝，楚风的炼丹速度竟仍没有进步，于是围观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最后一个人都没有了，楚风甚至还听到了不少闲言碎语，他们都觉得上长老看走眼了，以至于后面再与楚风交谈也不如开始的时候热情了。但他们哪里知道，楚风是故意的，他就是故意达不到要求，因为达到了那个要求，将会被强制性的调离这个阵法。毕竟这个阵法乃是这阵法堂内唯一一个能让楚风窥探到地底深处那阵法力量的地方。楚风站在阵法前，看似极为认真的炼丹，实际上乃是一心三用，一边炼丹，一边窥探阵法力量，一边还在偷听这里之人的交谈。楚风要收集关于小鱼儿的消息，果然这里的阵法师们知道的可比399那种低级别的阵法人多得多。首先，楚风得知关于这里更为完整的消息，在星海世界有着数百座城池，除了星海主城外，其他每座城池的掌管者都是城主，城主下面有副城主，还有各个堂的堂主，然后就是上长老、中长老、下长老、阵法师。不过在城主可不是星海世界最顶尖的人物，在城主上面还有首席长老，首席长老之中还有一位首席大长老，首席大长老也就是星海世界内最位高权重之人，想见城主都是比较难的。首席长老更是许多人一辈子都见不到的存在，首席大长老更是如同传说。当然，楚风并不关心这些，他关心的是小鱼儿。而现在楚风知道，小鱼儿和那个叫借天的如今都在星海主城之中。这所谓的星海主城没有城主，而是首席长老与首席大长老栖身之地，也是此地所有城池之中级别最高的一个。星海主城除非有首席长老召见，否则连各城城主都没有资格进去，是一个常年封闭的地方。而经过听闻他们交谈，楚风也是知道了星海主城的大概位置，阵法堂到了晚上就会关闭，楚风等人自然也就有了自己的空闲时间。楚风则是趁着这个机会前往了星海主城。虽说楚风的自身的结界之力无法使用，可是凭借身上这层特殊的结界之力，楚风的结界之术也仍能发挥，隐藏手段也是可以使用的。他隐藏身形前往星海主城，就是想要看看能不能进去找到小鱼儿。可楚风在即将靠近星海主城的时候，被一重结界拦住了。那结界非常了得，根本不是现在的楚风所能破解的。根据楚风的判断，至少要有白龙神袍的水平，才有机会破开这种结界，但也只是有机会，并且机会不大。可忽然，楚风神色一动，他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感觉，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力量。那力量正在侵入楚风的内心，很是微弱，但楚风认真观察后可以发现，那力量具有诱导性。此时侵入的微弱力量不会对他造成影响，但若是时间久了，慢慢堆积，必然会影响他的心智。但我好像感受到了他们说的邪恶力量。楚风对女王大人说道。在哪里？女王大人赶忙问道。正在侵入我的身体，但是很微弱，这样微弱的侵入方式，其他人根本察觉不到。我想这里的很多人之所以会叛变，很可能不是真的想叛变，而是在长时间被邪恶力量侵入，但自己却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慢慢的被控制了。这力量非同小可，心智不够坚定的人，长时间被侵蚀，确实是容易被控制的。楚风说道。能判断出这力量从何而来吗？女王大人问。判断不出来，但能如此隐晦的便侵入人的体内，足以证明他的力量很强。虽然无法判断他的具体位置，但我却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感觉，是那座炼化大阵。我觉得之前想要将龙城与他们炼化的那座炼化大阵，很可能就是这邪恶之物所布置的。楚风说道。也就是说，这个邪恶之物已经与外面的人有了联系，与外面的人里应外合，通过炼化外面的修武者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而这个与邪恶之物里应外合的人，很可能就是七界圣府府主，也就是你的外公。女王大人猜测道。很有可能如此。总之这样下去，看来这星海世界还真是有大麻烦。楚风说道。若真是如此，这邪恶力量并不是现在的你能够应付的，那还是尽快想办法找到小鱼儿，然后看看能否带着小鱼儿离开此地吧。女王大人越发担心起来，楚风也表示赞同。于是接下来的日子，楚风便每天在阵法堂内炼丹，一边窥探地底深处的阵法力量，一边从中窃取结界之力，来让自己的结界之力变强。只是短短几日时间，楚风就有了极大的收获，他的结界之力从龙变五重达到了白龙神袍的地步。至于地底深处的阵法力量，也让受益匪浅。楚风掌握了对此地阵法力量更深层次的掌握方法，甚至对于如何打造阵法人，楚风也是有了一些领悟。但至此，楚风也是到达了瓶颈，无论是对阵法的窥探，还是从中窃取到的结界之力，都到了极限。不过楚风并未放弃，还是在继续窥探，看看能否打破瓶颈，更进一层。当然，楚风也一直隐藏自己的结界之力，因为这里每个工作岗位都是有强制要求的，若是被他们发现，楚风已不再是龙变五重，而是达到了白龙神袍，楚风将直接成为上级阵法师，甚至可能会被封为长老，自然而然的也就无法继续在这座阵法前工作，也将丧失长时间窥探这阵法的机会。可是当一个消息的传来，让楚风的心揪了起来，那是关于小鱼儿的消息。小鱼儿与借天发生了冲突，而小鱼儿落败了，甚至有传闻小鱼儿还负了伤。你们这个消息属实吗？听闻这个消息，楚风立刻走到了那白眉毛男子面前，因为这个消息
就是白眉毛男子传来的。521，你怎么回事？不好好炼丹，还偷听我们讲话，难怪你炼丹速度如此之慢，原来是因为你炼丹并不专注。白眉毛男子见楚风过来询问，对楚风便是一阵训斥。不过短短几日时间，他对楚风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对于他态度的转变，楚风并不意外，所以也不生气，而是淡淡一笑道：“我只是听闻仙海云大人如今在为我们而战，所以才比较关心关于他的事。”可见楚风这样说，那白眉毛男子却一阵冷笑：“可不止仙海云大人为我们而战，界天大人也在为我们而战，你怎么不关心他呢？依我看，你是听闻仙海云大人美若天仙，见色起意了吧？”他此话一出，众人顿时一阵哄笑，而那白眉毛男子看楚风的眼神则是越加鄙夷。但是521，你也不看看你的身份，你一个区区中级阵法师也敢惦记仙海云大人，这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何区别？实际上，若不是上长老推荐，你连做中级阵法师的资格都没有。那白眉毛男子冷冷的道，而周围的众人则是笑得更加大声。不过对此，楚风却仍不生气，只是面带无所谓的笑容，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工作。可楚风这样的不计较，却在他们眼中成为了怯懦的模样。窝囊废！若不是上长老安排他来的，早就让他滚蛋了。他也配做中级阵法师。最搞笑的是，他这种货色居然敢收大人您送他的礼物。此时，一些阵法师凑到白眉毛男子身旁，大声说道：“他们是故意的，就是要让楚风听到。”而听闻此话，楚风则是大袖一挥，收到物品飞向那些人：“诸位，你们的礼物在下可都留着呢，既然送的不诚心，便麻烦你们收回去吧。”见状，那些人也不客气，纷纷将自己送出的礼物收了回去。但尽管拿回了送出去的礼物，可他们对楚风的态度却并未改观，反而更加嗤之以鼻。这些东西怎么这么欠揍？阵法凝聚而成的东西，竟也如此势利。若是本女王能出去，必让他们不得好死。见到这些人的这副嘴脸，女王大人心生不悦。只要有欲望，难免会变得势利。当我来到这里，他们无缘无故便对我献上殷勤的时候，我就已经料想到，若是我表现不佳，会有这么一天。但我也没想到，他们转变的会如此之快，一点耐心也没有，简直毫无城府，蠢的一逼。不过无碍，反正我对他们也只是利用罢了。楚风无所谓的道。相比于女王大人，对楚风并不生气。楚风，你觉得他们说的关于小鱼儿的这个消息可靠吗？那个叫界天的家伙真的那么强，连小鱼儿都能击败？女王大人问。尽管女王大人也没有见到后面长大后的小鱼儿，但是当初还是娃娃的小鱼儿就已经展现出了超强的天赋，所以在女王大人看来，小鱼儿如今既已长大，必然更加厉害。我晚上再去一次星海古城看看。到了晚上，楚风便再度前往了星海古城，再度面对那拦路的结界屏障，直接出手布阵。但如楚风所预料的一样，哪怕他的结界之力提升到了白龙神袍，可是想破开这结界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花费了足足3个时辰，那结界竟只是出现了一点点裂痕而已。看来现在的结界之力还不够。楚风看着那一点裂痕，几乎确定他现在所掌握的结界之力根本无法破开这结界。虽然很想见到小鱼儿，搞清楚小鱼儿现在的状况，可若能力不足，却也没有办法。无可奈何之下，楚风只得返回。可是途中，楚风看到了一个老者，满面痛苦地躺在地上挣扎着。看他的穿着打扮，乃是一位上级阵法师，并且不像是楚风他们那座城池的。楚风不知道他为何会出现在此地，但是他现在的情况很是糟糕。尽管与他素不相识，尽管他只是一个阵法人，可楚风并没有选择见死不救，而是遮盖面容之后便飞落而下。您这伤是练阵的时候所伤。楚风一番查探之后，对老人问道：“是。”老人艰难地点了点头，确定之后，楚风便直接布置阵法，开始为老人疗伤。不过片刻功夫，一座疗伤阵法便浮现，并且覆盖住了老人。这位阵法师好厉害的手段，可不知为何要挡住您的名字？那老人能感觉到楚风的阵法很是有效，于是满面感激。但楚风不仅挡住了脸，更是挡住了自己长袍上的编号，这让老人感到不解。前辈，我并不想让人知晓我是谁，您只要在这阵法内疗伤即可，不出2个时辰便会好转。您也无需您报答我，只要装作没有遇到过我即可。楚风此话说完，便直接御空而起，离开了此地，消失在了夜空之中。可楚风刚走，那原本躺在地上满面痛楚的老人便立刻站起身来，他的脸上也是没有了任何痛楚，就连身上的伤也是瞬息痊愈。很快，数道身影飞掠而来，整齐地站在了这位老人身后。这些人个个身披银色铠甲，而那铠甲的精致程度，在楚风所在的城池之内，没有一人拥有。首席长老，此人想擅闯星海主城，居心叵测，就这样放他走了。此时，其中一位铠甲兵卫对那位老人问道：“原来这位老人乃是星海世界位高权重的首席长老，你们知道我为何没有将他捉拿审问，反而故意装伤？”首席长老问。众人纷纷摇头，他们刚刚跟随首席长老暗中巡视，恰好发现了楚风正在隐藏身形，尝试着破解那进入星海主城的结界。按理来说，遇到这种事情会就地捉拿，但首席长老并没有捉拿楚风，反而演了这么一出戏。他们其实也很不解，你们看这疗伤阵法，像是寻常的白龙神袍，能布置得出的吗？首席长老指着楚风刚刚布下的阵法问道。这阵法的掌控力的确非常惊人，虽对楚风充斥敌意，但对于楚风这阵法，众人却是非常认可。不止这疗伤阵，刚刚破解屏障的阵法也非常精妙。按理来说，那道结界屏障虽然不是特别的强横，但寻常的蓝龙神袍也是破不开的。但这个小子只要其结界之力达到灰龙神袍，那道结界屏障对于他而言便不再是难题。我不抓他，就是欣赏他的天赋。至于为何在此装伤，乃是测试他的人品。若是刚刚他对我视而不见，我便会直接将他抓住进行审讯。但他既然没有，反而出手相助，这样一来，此子大可重点栽培。首席长老说道：“楚风，你还是改不了心善的毛病哦。明知道那老头他只是一道阵法人，连这里的人都不在乎他的死活，你竟还是冒险出手。你若暴露了出现在这里的意图，恐怕将会被他们直接处死。
回去途中，女王大人颇有埋怨，她并不是埋怨楚风的善举，虽然女王大人自己不会去救不相识的人，但她也不会阻止楚风去救，这一点她很清楚。楚风与她不一样，但是楚风现在的处境着实危险，她并不希望楚风这个时候还去冒险。老实讲，我刚刚也有犹豫，但就是过不了心里那一关，哪怕是阵法人，我也不想见死不救。楚风叹道，有时候他也不喜欢这一点，因为若是遇到危险，不仅仅是他自己，蛋蛋也将遭受牵连。可楚风每一次都无法做到见死不救。虽说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几乎无时无刻都在死人，楚风也清楚他救不了所有人，因此一直以来他从不会以拯救苍生为目标。他修炼变强，只是为了让自己有能力保护自己在乎之人。但哪怕如此，当这种事情真的发生在眼前，楚风总是会动恻隐之心。楚风不傻，他也会权衡利弊，但几乎每一次，哪怕明知有风险，楚风也总是会去帮忙。蛋蛋抱歉，每一次我都带着你去为不相识的人冒险。楚风满怀歉意，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了，甚至他也清楚这不是最后一次。可他就是改不了。说什么呢？本女王可不是这个意思。哎呀，你知道的，反正其实我只是担心你，我也没有怪你的意思，反正你遵循内心就好了。若是违背内心，也许反而会成为你修武路上的阻碍呢。见楚风道歉，原本有些生气的女王大人反而立刻安慰起楚风来。楚风没再说话，但嘴角却是不由扬起了上翘的弧度，那是被温暖之后才会有的笑容。女王大人对他的爱，他很清楚。很快，楚风便回到了自己的住所。见楚风回来，399赶忙如以往一样为楚风端茶倒水，但楚风却只看他一眼，便察觉到了不对。你受伤了？楚风问。没有啊。399赶忙摇头，我看到了你的隐藏之法，瞒不过我。楚风说道。大人，属下并非有意隐瞒。见被楚风识破，399赶忙下跪认错，可他还未彻底跪下，楚风便已然将他扶起。我没怪你，但你要告诉我是何人打了你。楚风一眼就看出399的伤势被人打的。399没有回答，他很犹豫，似是害怕什么。你若不说，便是将我当成了外人。楚风说道。大人，属下不敢，属下绝没有这个意思。虽然我们相识很短，可大人待我却非常之好，我有生以来是第一次遇到大人待我这么好的人。399连忙解释，而楚风早就看出399害怕并非是害怕伤害他的人，他其实是担心楚风，害怕楚风知道这件事，给楚风添麻烦，所以才不敢告诉楚风，甚至布置隐藏阵法来隐藏伤势。告诉我是谁伤了你？楚风说道。是788。这一次399没有再犹豫，而是直接告诉了楚风。至于那788，楚风有印象，乃是白眉毛男子的随从之一。终于还是开始对我出手了吗？此时楚风眼中闪过一抹寒意，他知道这不是巧合，必是那白眉毛指示，而欺负自己的随从只是开始，相信要不了多久，矛头就会指向自己。但楚风还是拍了拍399的肩膀，受委屈了，但是再忍一忍。楚风道，哪怕那白眉毛男子不找自己麻烦，但399是自己的人，这个仇楚风不会不报。可楚风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不仅399要忍，连他也要忍。至于399，见楚风这样说，他反而喜笑颜开。大人放心，属下不会与他计较的。他本来就担心楚风知道此事给楚风添麻烦，但得知不会给楚风添麻烦之后，他反而觉得很是轻松。至于人，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报复，可看着这样善解人意的399，楚风更加觉得一定不能让他受这个欺负，这个场子一定要帮他找回来。次日，楚风正常去阵法堂，但却抹除了399的隐藏阵法，让他带伤出现在众人视线内。可对此，阵法堂的那些人却没有人觉得意外，反而有人发出讥讽的笑声，但却没有一个人关心399，也没人询问楚风。显然他们也都知道怎么回事。楚风再度来到那座炼丹阵法，依旧用心观察，可依旧毫无所获。看来这瓶颈我很难过去了。楚风有了判断，其实不是真的过不去，而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过去。但楚风觉得他没有这个时间了，若想提升结界之力，便只能另寻他法了。在主城，其实有通过阵法被赋予结界之力的机会，只是这个机会往往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可就算没这个机会，那赋予结界之力的阵法也是在的。楚风开始思考，能否潜入到那阵法所在处，偷偷的让那阵法赋予自己结界之力。不用多了，只要自己能够达到灰龙神袍就可以了。毕竟楚风只是想破开那结界屏障，去见到小鱼儿，只要见到小鱼儿，表明身份，其实很多事情就都很好解决了。当当当！可突然一阵奇特的钟声持续响起，听到这个钟声，所有阵法师都兴奋起来，所有人都暂时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拼命地向阵法堂之外跑。而对于这种情况，竟也没有任何人阻拦，就仿佛是理所当然。且从众人的交谈，楚风也知道究竟为何。原来这个钟声乃是城池的集结钟，只要集结钟敲响，说明有大事发生。但这种大事往往都是一些特别的任务，这种任务不要求身份级别，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只要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人，便可以获得阵法赋予结界之力的机会。想不到机会这么快就来了。此时楚风也是离开工作岗位，来到了集结钟敲响的地方。而在集结钟之前，早就摆放了一个巨大的牌匾，那上面已经写好了将众人集结于此的目的。看到那牌匾上的内容，本就兴奋的楚风变得更加兴奋了。牌匾上面所写内容乃是关于小鱼儿的。仙海鱼儿现需阵法师帮其维护结界铠甲，每个城池都有一个名额，这个名额需从考核之中脱颖而出，这个考核便是解开阵法，解开阵法最多者便将获得这个机会，前往星海主城去为仙海鱼儿维护铠甲。这份工作可是所有阵法师都梦寐以求的，毕竟仙海鱼儿现在可在为星海世界而战，若是日后他能成功，所有参与过的人都是大功一件。眼下这考核已经开始，总共有3个小型考核宫殿同时进行考核。楚风选择了一个人最少的考核宫殿，排起了队伍，
内心也是忍不住的激动起来。这个机会简直就是为他准备的。可就在即将到楚风的时候，一阵讽刺的声音却向楚风袭来：“哟，这不是终极阵法师521吗？你难道也要试试？”楚风看都没看，便知道是那个白眉毛男子。他刚考场出来，恰好看到了楚风，可能是成绩不理想，本来是一脸郁闷，但当看到楚风之后，便想着贬低楚风来找找平衡。楚风没有理会于他，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无视，这反而让他更加不爽。于是看了一眼其身后的一位随从，那随从也明白其意思，立刻对楚风大声喊道：“521阵法师，你的随从脸怎么了？是被人打了吗？怎么回事啊？好端端的怎么会被人打了？正所谓打狗还要看主人，看来你这个主子人品不怎么样嘛。”听闻此话，楚风终于将目光投了过去。“是你打的？”楚风问。楚风目光投来，那个随从也是有些慌了，因为他从楚风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一抹让其胆寒的感觉。于是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白眉毛男子，白眉毛男子给了他一个为其撑腰的眼神，他这才自信爆棚：“就是我打的，你能如何？”那个随从掐着腰问道，那个架势就是个得势小人。而这样的对话也早就引起了在场许多人的注意，大家都看起了热闹，同时也明白一个随从敢挑衅阵法师，这说明是其主子在给其撑腰。而大家也都看出来，楚风是远弱于白眉毛男子的，一时之间都觉得楚风要难堪了。若是楚风出手，白眉毛男子一定会替其随从出头，那倒霉的是楚风。若是楚风不出手，被一个最下等的随从挑衅，那更是丢人至极。大家也都想看看楚风将如何选择。可下一刻，楚风忽然消失不见，再度出现之时，已是来到了那随从面前。一切太快，当众人反应过来之际，楚风的一拳已经洞穿了那个随从的身躯。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包括楚风自己的随从399。399虽被打伤，但只是皮外伤，但楚风这一拳几乎是将那个随从给废了。你敢对我动我的随从？白眉毛男子愤怒无比地看向楚风，他尽管早就做好了替随从出头的准备，但却没想到楚风下手会如此狠辣。可忽然，白眉毛男子表情一僵，楚风抬头看向他，那冷冽无比的眼神让他感觉毛骨悚然。是你指使的吧？楚风冷声问道。还不待白眉毛男子回答，楚风一拳轰出，又是一声惨叫传来，众人皆是目瞪口呆。那白眉毛男子已是落得了与那随从相同的下场。楚风同样一拳将其身躯击溃，而那击溃之处正是其阵法命脉所在。这一拳不会要其命，但会毁了他的一生。白眉毛男子看着自己被毁的命脉，瞪圆了双眼，因为他知道他被毁了。可是这如此惨烈的代价让他难以接受，以至于整个人都呆住了。你我本无冤无仇，可你非要没事找事，这是你自找的。楚风此话说完，便身形一纵，来到了399身旁。下一刻，他带着399一同钻入了那考核的宫殿之内。他是白龙神袍，他竟是白龙神袍。当楚风消失后，人们才反应过来，看着那纷纷倒地的白眉毛与其随从，其他人只是惊叹楚风的狠辣。可是那些与楚风同在阵法堂且羞辱过楚风的人，则是恐慌不已，他们很怕，他们也遭受楚风的报复。进入宫殿，楚风发现这里面总共有着39道阵法，都是不限制结界之力，纯粹考验破解手段的那种阵法。这是相对公平的阵法，但却也没那么公平。表面不限制结界之力，但实际上结界之术更高的界灵师所领悟到的破阵之法自然也就更强。但楚风则是不同，他可是界灵大帝秦九大人的传承者，更何况楚风在试炼阵法面前，从地底深处的力量中也是掌握了此处独有的一些技巧。破解外面的阵法也许还只能依仗秦九大人的手段，但是破解此地的阵法，楚风几乎势不可挡。而在这宫殿内还有着一位老者，那老者气度不凡，一看就很不简单，且他不是这里的人，应该是星海主城的人。大人，您399的声音忽然响起，他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在颤抖，他是被吓到的。小打小闹也就算了，可楚风刚刚的行为可是等于废了那对主仆，这是要遭受惩罚的。放心，没事。楚风对其淡淡一笑，旋即看向那位老者，大人，我可以开始了吗？楚风问。那老者微微点头，旋即楚风便开始破阵。而楚风这一出手，那老者的便再也无法淡定。399更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楚风破阵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啧舌，足足39道阵法。不过转眼之间，楚风已经破解了36道。当楚风停手之时，发现那原本坐着的老者早已站起身来，正用震惊的目光看着自己。你竟破了36道阵法！老者开口，语气之中都是惊色。但他不知道的是，楚风其实可以将39道阵法全部破解。可楚风发现后面3道阵法的难度远非前面可比，若全部破解，可能真的会吓到他们，那就不知是福是祸了。反正在楚风看来，36道阵法已是其他人难以达到的高度，36道刚刚好，属下实力有限，只能到此了。楚风说道，只能到此，这是人话吗？听闻此话，那老者嘴角都是抖了一抖，感觉楚风是在炫耀，可却也没有办法。那老者调整了一下情绪后，这才说道：“521是吗？你先出去等着吧，不要走远，就在门口。”好。随后，楚风便带着399走了出去。可楚风刚刚出来，便立刻有多位长老与阵法师将楚风团团围住。就是他重创了那2位。其中一个人恶狠狠地指向楚风，而这个人楚风认得，乃是阵法堂的人，并且此人与白眉毛关系还不错。之前每次白眉毛羞辱楚风，他都在一旁附和。你好大的胆子，隐藏修为，重创同僚，你到底有何居心？那些长老们也是一个个面容不善，那个样子就是要将楚风抓起来严刑拷打一番。可忽然
一道平静却又非常有力的声音自那考核宫殿之内传来：此子破开36道阵法，乃当下考核之首。只是这简单的一句话，便让那些原本要抓楚风的长老们伸出的手皆是僵在了原地，而那些已经碰到楚风的手，则是赶忙移开，不敢再碰楚风。且在场所有人的目光也都落在了楚风的身上。36道阵法，那岂不是他几乎就已是被选中之人？星海主城选中的人，谁又敢动？此刻那些前来捉拿楚风之人，皆是脸色铁青，尤其是那个带着长老们来抓楚风的阵法师，他更是脸色惨白，一点血色都看不见了。楚风即将成为星海主城的人，那他们还有活路吗？长老大人，前往星海主城的人选，还是另选他人吧。可此时，一道身影却从天而降，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不少人马。看到此人，在场的所有阵法人，无论是何身份，皆是赶忙施以大礼，因为此人便是这座城池的城主。眼见着城主来此，那考核宫殿内的星海主城长老也是走了出来。不仅是楚风所在的考核宫殿内那位长老走了出来，就连其他2座考核宫殿内也各有一位长老走了出来。19城主不知此话何意？先前为楚风考核的那位星海主城长老问道：此子无视我城法规，不仅隐藏修为，更是重创同为阵法堂的阵法师，此子应当受我城刑罚。况且他心术不正，自然无法担当重任，也就无法前往星海主城，还请长老另选其他良才。那位城主说道：可是你们城中还有能比他更优秀的人吗？星海主城的长老问道。父亲，让我试试吧。就在此时，城主身后一名长相英俊、气质不凡的男子上前问道：此人乃是城主的儿子，也是如今这座城池的少城主，但他其实并非是城主生下的儿子，因为阵法人没有这种能力，所以他乃是城主从阵法人之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也正因精心挑选，他的天赋极佳，且从小养到大，他们的感情与亲父子也是没有区别。去吧。城主点了点头，随后少城主便直接插队进入了一座考核宫殿之内。来人，将他拿下。少城主刚进去，城主便将冷冽的目光投向楚风。等一下，可那位星海主城的长老却是直接站在了楚风身前。他站在这里，城内的人自然也是不敢再动。按照规定，除非有人成绩超过他，否则他便是我星海主城要用的人选。星海主城的长老此话一出，就连城主也是没了脾气。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少城主也是走了出来。少城主的成绩非常不错，竟破开了29道阵法。只是这个成绩却让城主眉头紧锁，毕竟这并没有超过楚风的成绩。但城主还是开口道：长老大人，此子品性不佳，不可重用，就让我去吧。19城少城主能破开29道阵法，天赋异禀，按理来说已达到进入星海主城的资格。可按照规定，每座城池只有1个名额，而这个名额便是破开阵法最多者所得。星海主城长老说道：长老大人，是我说的不够明白吗？此子品性不佳，不可重用。城主说道：我们只按照首席长老的吩咐行事，将破阵最多者带回去，便是我们的任务。依我看，这19城内也没有人能超过此子了，那我便奉命将此子带回去了。话罢，星海主城长老便准备将楚风带离此地。可忽然，一道强大的结界之力封锁住了整片天际。是城主，19城城主，你要对我们动手不成？星海主城长老凝声问道。他虽然修为不如城主，可他却并不惧怕城主，只因他来自星海主城，身后有首席长老撑腰。长老大人，我绝不敢对长老大人动手，但我19城也有19城的规矩，此子坏了规矩，必须遭受惩罚。若是星海主城用人，我儿子完全达到了要求。若是你觉得我儿子不行，还可以继续让其他人接受考核，但这个521绝对不行。城主态度坚决。此时，另外一位星海主城的长老笑了，他不是负责考核楚风的那位，可他却也看出了城主的心思。19城主，我知道你很想让少城主得到这次机会，但我实话实说，少城主虽然达到了要求，可还达不到重用的地步，而此子则是不同。若是以往，我们也想给19城主这个面子，但这次不行，因为此子天赋实在太好，若能将他带回去，我们也是大功一件。这位长老的一番话直接到明了，为何他们如此执意的非要将楚风带走的原因。城主不想让楚风去，是因为有私心，他想让自己的儿子去。说白了，楚风的罪责不过是借口，他执意如此，乃是楚风抢了他儿子的名额。而3位来自星海主城的长老同样如此，将楚风带走大功一件。若是不能将楚风带走，便也是破坏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个面子他们不会给。而听到这里，城主的脸色也是变得阴沉起来。还是那句话，19城有19城的规矩，况且这规矩还是首席大长老定下的。若是长老执意如此，那就让首席长老来与我说吧。如若不然，这人你们带不走。城主的语气变得冰冷，就连封锁天际的结界都充斥了寒意。看来他心意已决，既然你们不给我面子，那我也不再给你们面子。猛然间，虚空炸响，漫天结界如破碎的镜片散落而下，那强大的结界被人一击击溃。19城主，好大的威风！伴随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数道身影也是从天而降，那全部都是星海主城的人。而看到为首之人，楚风顿时眼前一亮，那位老者，楚风认的正是楚风先前救下的那位。拜见首席长老。当这位出现之后，星海主城3位长老率先施礼，紧接着在场的其他人也是反应过来，纷纷施礼。首席长老，楚风，你走大运了。此时，女王大人则是变得激动起来，而与此同时，楚风的嘴角也不由扬起了一抹笑容。他知道今日有人为他撑腰了。首席长老飞落而下，刚好落在了城主身前。首席长老，此时城主的脸色也是变得惨白，尽管先前口口声声让首席长老来与他说，可当首席长老真的出现，他却慌了。19城主，你要见老夫，老夫来了。
首席长老说道。首席长老大人，我不敢为难长老们，只是因为城主还想解释缘由，自然是要拿楚风伤人的事情说话。其实他胆敢执意如此，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个把柄。楚风的确是破坏了规矩，他有这个理由来惩罚楚风。可他话没有说完，首席长老便忽然说道：“不用你说，老夫都知道了。那两个被废掉的人罪有应得，是他们无端挑衅521在先，还打伤了521的随从。按照我星海世界的规矩，就算要责罚，责罚的也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同伙。”此话说完，首席长老双眼微微眯起。19城主，你现在做事都不调查清楚缘由的吗？这可有失职之嫌啊！听到这番话，城主脸色越发难看。他之前真不知道事情原委，若真是如此，那楚风有首席长老撑腰，他还真是没办法了。另外，不妨告诉你一件事，这次考核其实并非针对所有城池，而是只针对你们19城。从一开始，老夫就内定了人选，而521便是那个人选，所以莫说他没有触发律法，就算真的触犯了，老夫也必然要将其带走。首席长老此话说完，那城主已是面如死灰。他这才知道，他费力想要争取的机会，原来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他。可是他却为了让自己儿子有能接触仙海人的机会，得罪了3位星海主城长老，现在恐怕连这位首席长老也是间接得罪了。反应过来的他，立刻双膝下落，只听扑通一声，他便跪在了首席长老的面前。首席长老大人，是我失职，还请首席长老大人责罚。可面对果断跪下的城主，首席长老却是表情冷淡。你19城人才凋零，几番选拔人才都未曾从你19城选，你还不知原因吗？本来还想着你19城若能渐渐崛起，日后还会给你们机会，但今日一看，你19城的问题还真不小。若是从上到下都烂到了根，那你19城怕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惩罚你也是多余。若还想让你19城能够继续存在，便自己好好反省一下，也好好调教一下你这城中之人吧。说完这番话后，首席长老看向人群中的一位老者，那位乃是最开始接待楚风的上长老，也是他将楚风推荐到阵法堂的。虽天赋不行，可你慧眼识珠，且有优待人才之心，我给你前往星海主城的机会，你可愿意？首席长老问。愿意，属下愿意。那位上长老连连点头，怎么可能不愿意？这个机会是个人都愿意。521，你这个随从可要带着？上长老又对楚风问道。上长老此话一出，399顿时面色复杂，他满眼渴望，可却偏偏低下了头。他不曾想，竟有这个机会，可是他配吗？他觉得他不配。楚风进了星海主城，不知有多少优秀的人服侍他，他一个最低级的阵法人根本不配。可这种感觉最难过，明明知道自己不配，知道自己不会获得这个机会，可偏偏也会抱有一线机会。可就在此时，楚风却果断开口：长老大人，带着。听闻此话，399猛然抬头，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已经进入星海主城的他，竟还愿将他带着，这种感觉简直如梦如幻。好，首席长老则是大袖一挥，将3个考核宫殿收走，随后带着众人离开了此地。而上长老也就算了，不曾想连楚风的随从竟也获得了前往星海主城的机会，这可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那些人这叫一个恨，这叫一个羡慕啊！首席长老走后，城主这才起身，可他却身子摇晃，险些没有站稳。此刻的他神情极为惶恐，仿佛已经末日临头。见状，少城主上前将其搀扶住。父亲，刚刚首席长老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19城就要与20城一个下场，被其他城池收编吗？少城主满脸担心，不管19城强大与否，他们都是这城池的掌控者，乃是这一片天地的土皇帝。若真的被其他城池收编，那他们便将寄人篱下，并且那下场可能将非常的惨。还有一线生机，还有一线生机。城主再度开口，声音竟然都在颤抖，可见他的害怕比少城主更甚。但忽然其满眼怒容，杀意滔天，将目光扫向那已经重创的白眉毛男子。其手臂一扬，一张纸以及一支笔皆是飞向了他。你立刻供出所有欺凌过那521的人。他这一声怒喝，满含杀意。白眉毛男子哪胆怠慢，立刻将所有欺凌过楚风之人的名字都写了上去，甚至哪怕并没有明确嘲讽楚风，却只是附和跟着笑过的人也写了上去。但他写的也很清楚，这些人的名字后面都写了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得罪的楚风。写完之后，城主看了一眼那张纸，随后便丢给身后之人，名单上的人接斩。接斩二字刚落，便立刻有诸多护卫飞掠而出，将那些人抓了起来。城主大人饶命，城主大人饶命啊！我未曾欺凌过那楚风啊！众人开口喊冤，哭喊连天。因为有的人的确是有一些冤，可他们冤不冤，城主还不知道吗？但他没有办法，他要保住19城，就必须严惩欺凌过楚风之人。何况在城主眼中，他们的命本就不值钱。城主大人，那2个呢？此时有护卫将目光投向俯身跪在地上的白眉毛男子以及他的随从，这2人乃这场祸端的罪魁祸首，处以极刑。城主冷冷的道。听到这2个字，白眉毛男子与他随从顿时惨叫连连，甚至开始哀求给他们一个痛快，因为他们深知极刑之苦。但对于这些人的哀嚎与求饶，根本无人理会。看着这些人的惨状，再回想那位上长老与跟随楚风的随从，在场众人皆是摇头叹息，尤其是事情原委的阵法堂的人。其实白眉毛这些人原本都有机会与上长老以及399一样，一同获得一飞冲天前往星海主城的机会，只是可惜一念之差，便是天地之别。楚风等人在首席长老带领下向星海主城而去，很快便来到了之前拦住楚风的结界屏障处。首席长老手握令牌，轻松通过结界屏障，但楚风等人向往的星海主城并未立刻浮现眼前，在前方仍是看不到边际的荒野。一路前行，
楚风也是发现自己之前还是天真了，因为在后面的道路上接连出现多道屏障，且屏障的强度也是越来越强，甚至到了后面，在楚风看来，哪怕神袍巅峰也无法破开。而伴随最后他们穿过最后一道屏障，哪怕楚风也是眼前一亮，一同而来的上长老与随从更是嘴巴张得老大。他们此时只能御空而行，因为脚下已经没有了立身之处。他们身处一片无边星海之中，而在远处有着一座无比巨大的、美轮美奂的城池立于中心。那城池无论是与之前楚风所在的19城，简直是天壤之别。墙体白色，但却流动着七彩光芒，哪怕是构造，也是打破了楚风之前的审美。这城池简直就像是一座艺术品。最主要的是，那城池的墙体之内蕴藏了结界之力，那墙体的坚固程度到达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地步。刚刚所经过的最强的结界屏障，也根本无法与这座城池的墙体相比。越是靠近，越是能够感受到这城池的巨大。它里哪是城池，它分明是一个世界，只是它的外表是座城池的样子罢了。星海世界的主人有些不得了啊，哪怕女王大人也是忍不住夸赞起来。这城池若是人为打造，手段的确鬼斧神工。楚风也是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因为这个难度比单纯的打造一个真实的世界都要难得多。可打造真实的世界，那已是非常之难，何况是这种拥有强大防护力量的世界。哪怕现在的楚风能够构造阵法世界，但若让其打造真正的世界，那仍是距离极远，非常之远，遥不可及的远。进入星海主城后，首席长老带着楚风来到了一座拥有独自领地的宫殿之中，这里便是楚风以后的居住之所。这位长老以后就做你的管家吧。首席长老看了一眼难为上长老后，又对楚风说道，回头再给你安排一些新的随从。言外之意，楚风如今的身份399一个随从绝对不够了。长老大人，我其实不太需要这些，不用再给我安排随从了。楚风说道。首席长老看了一眼楚风，旋即点了点头。好，你们有被赋予过结界之力吗？首席长老又问。楚风与399同时摇头，而上长老则是道，首席长老大人，属下倒是有过一次，是在19城，带你们感受一下星海主城的赋予阵法。首席长老说道。我们也可以吗？听闻此话，上长老与399都难以置信。当然可以。首席长老微微一笑，旋即又道，谁让你们慧眼识珠，选对了人呢？这意思很明显了，他们两个本来没有这个资格，是因为楚风他们才有了这个资格。这一刻，上长老双眼都红润了，而399更是直接哭了出来，但他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了。他们都没有想到命运的转变会如此的突然，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本来是连梦都梦不到的好事，生活中更是从来不敢想象。对此，首席长老淡淡一笑，旋即了一眼楚风，可这一眼之后，他的目光则是微微变化。他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对于这些司空见惯，可楚风竟有着与他相同的反应，这可就有些不对劲了。一个之前结界之力只有白龙神袍，在19城那种地方做阵法师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阅历呢？但首席长老并没说什么。随后，首席长老便带着楚风3人来到了赋予阵法面前。规矩你们应该都懂，赋予阵法每10年只能赋予一次，此次过后，你们想再赋予，便只能10年之后，否则你们的身体会承受不住，爆体而亡。等一下，踏入其中，尽可能的配合阵法力量进入体内。你们只有半炷香的时间，能接受多少，全凭你们自己的本事了。首席长老话音落下，楚风3人便也踏入赋予阵法。踏入其中，楚风便能感觉到强大的结界之力猛然冲向自己，力量极为汹涌，但能够留住多少，还要靠自己的本事。这种感觉就像是暴雨之中去接水，暴雨之中的雨水虽足，但一个人接水的能力却实在有限。哪怕楚风也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半炷香的时间过后，楚风的结界之力提升到了黄龙神袍的地步。黄龙神袍具有堪比6品半神的战力，这个结界之力已经与楚风自身实力相差不大，虽然进步已是极大，但楚风却很不满意。这么难得的机会，他自然想获得比自身实力更强的机会。从赋予阵法走出后，399与上长老也都有一些收获，但上长老的收获最不明显，399的收获倒是蛮大的，可与楚风相比，仍是相差极大。黄龙神袍感受到楚风此时的结界之力，就连首席长老都目露意外之色。521大人已经达到了黄龙神袍吗？竟然远远超过了老夫。第一次进入赋予阵法，结界之力能提升了这么多，这太不可思议了。首席长老这一开口，上长老也是目瞪口呆，399更是脸色大变，就连负责看守此处的太古星海的长老们也是凑了上来。我的老天爷，第一次进入赋予阵法就有这么大的进步吗？这么快速的进步，已经打破了我们星海主城的记录了呀！甚至有长老更是直接说出了楚风这进步的震惊程度。本来楚风还对自己的成绩很不满意，可是听到打破记录以及上长老与399的收获后，他也是意识到自己这个不太满意的成绩，似乎在这些人眼中已经非常了得了。521，咱们聊聊。首席长老对楚风说道。随后，首席长老便带着楚风来到了一处安静的地方，这里只有他们2个人。你之前想要进入星海主界，有何目的？首席长老问。而事到如今，楚风也早就猜到了经过，必然是当初自己破结界屏障的时候就被发现了。首席长老没有抓他，应该是发现他破阵手段特别，觉得他是个人才，所以后面才故意装伤，试探楚风人品。幸亏自己出手相助，如若不然，就算自己不被抓，可能也不会有今日这样优渥的待遇，更不会有来到此处的机会。于是楚风对于这个问题也是果断回答，我想见仙海元大人。听到楚风回答，首席长老神色微微一滞，似是因楚风的诚实而意外，但很快又问，为何想见仙海元大人？是听闻其美貌出众，因此动了凡俗之心，这只是其一，还有其二。楚风说道。不妨说说。首席长老道。虽然我结界之术有限，可自从我出生以来，对结界阵法就有着自己的一些独特理解，属下不才，自信觉得若是能够帮仙海元大人改造结界铠甲，应该会对其有所帮助。楚风说道。那结界铠甲可不是寻常的阵法。首席长老笑了，
他笑得意味深长，可却也说明了那结界铠甲的难度，不然也不会。明明见识过楚风的与众不同了，却还是如此。若是长老大人给属下机会，属下必会竭尽全力为星海世界效力。楚风说道。首席长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道：“521，你可有感受到某种力量进入你的体内？”有。楚风点头，旋即问道：“长老大人也有吗？”首席长老也是点了点头，但是一般来说，你这个境界还感受不到才对。你果然与众不同。既然如此，我就给你这次机会。本来是要给你负责维护铠甲的职位，现在破例将改造师的职位交给你。首席长老说话间，将一个令牌递给了楚风，且补充道：“但521，那结界铠甲可是仙海鱼儿进入星念领地的关键所在，你就算改造，也要确保完善。如若不然，若因你而酿成祸端，这个责任老夫也帮不了你，并且结果可能是你性命不保。长老大人放心，属下必然会谨慎行事。”楚风接过令牌，内心已是兴奋不已。他来这里做什么的？就是帮助小鱼儿的。现在已是得到了这个机会，但手握令牌之后，楚风仍不满足，于是又忍不住问道：“长老大人，那我有机会见到仙海鱼儿大人吗？”很难，仙海鱼儿大人并不喜欢与男人接触，他只要了一个随从，还是一个女子。但关于仙海鱼儿大人与界天大人的比试，你听说了吧？首席长老问。听闻仙海鱼儿大人与界天大人比试，仙海鱼儿大人败了，并且负伤了。楚风问。的确有过比试，但不是直接交手，并且也没有负伤，就只是他们二人定下的赌约而已。随后，首席长老讲述了真正的事情经过。现在星海世界如此优待小鱼儿与界天，正是星念领地，乃是星海世界的重中之重。可是他们阵法人却无法踏入其中，但是那些叛变了邪恶力量的阵法人，不知是何原因能够踏入其中。不过通过试炼之人，只要穿着他们特制的结界铠甲，则是可以踏入的。这便是小鱼儿与界天现在的任务，他们需要穿着星海世界专门为他们打造的结界铠甲，进入星念领地，清理那些叛徒，同时也探索星念领地的秘密，看能否借助星念领地的力量，将那邪恶力量以及叛徒们彻底清除，使得星海世界恢复往日安宁。而最近，小鱼儿与界天已经可以踏入星念领地深处，并且在星念领地深处发现了新的阵法人。不，那不是阵法人，而应该是强大的阵法力量孕育而出的怪物。那些怪物会阻止他们前行，不得已之下，他们二人需要联手对那些阵法怪物清除。清除过程中，界天则是提出与小鱼儿比试，看谁斩杀的怪物更多。小鱼儿也是欣然应下，但最终小鱼儿败了，并且差距似乎还不小，因此小鱼儿回来之后也是有些失落。事情便是如此，并不像传闻的那么夸张，并且这件事已经是10日前的了，只是19成消息闭塞，这才最近听闻，并且听闻的还是不清不楚的。之前我们便与仙海鱼儿说过，若是想让结界铠甲更好的为他所用，我们也需要了解他的血脉。可关于血脉，他却闭口不谈。而这一次比试失败之后，他却主动将与自己血脉有关的资料给了我们，可见他还是很在乎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比试的，好胜心很强。而仙海鱼儿老夫见过，其实本人非常活泼可爱，待人都是非常友善的。我相信，若是你们能够通过对他血脉的了解，使得其结界铠甲更加适合于他，他应该会见你们，甚至亲自感谢你们。首席长老说道。我明白了。楚风点头道。随后，首席长老便将楚风安排到了负责打造小鱼儿结界铠甲的地方。在这里有着1位总打造师、9位普通打造师、100位维护师。楚风的身份便是普通打造师。他的到来，此地的普通打造师便有9位，提升到了10位。虽然是普通打造师，但楚风也是完全有资格申请打造铠甲和改造铠甲的。由于是首席长老带过来的，并且明确嘱咐过一些事情，所以大家对楚风的态度也是非常之好。可进入此地之后，楚风的目光却立刻锁定在了一个巨大的铠甲之上。那铠甲高达100米，外观霸道，也是蕴藏着极为强大的结界之力，并且铠甲上面还写着仙海鱼儿4个字。很显然，这就是小鱼儿进入星念领地所使用的结界铠甲。同时，在这铠甲旁边还有着一个张开的卷轴，那卷轴上面的内容正是关于仙海鱼族血脉之力特性的。而楚风也看出来了，这结界铠甲刚刚改造过，应该就是按照那卷轴上的特性进行改造的。长老大人，我现在能够改造吗？楚风对首席长老问。改造？现在吗？还不待首席长老开口，此地的总改造师便上前问道：“可以吗？”楚风问。521改造师，下次吧。这一次的结界铠甲，我们刚按照仙海鱼儿大人的血脉特性改造完毕，并且明日仙海鱼儿大人就要出征星念领地了。你若现在改造是来不及的。总改造师说道。明日什么时辰用？楚风问道。明日卯时。总改造师说道。听闻此话，首席长老也是眉头微微皱起。而现在天已渐黑，距离卯时已是不足6个时辰。521，你若有想法，不如就待仙海鱼儿回来之后再改造。首席长老说道。长老大人，我能够在卯时之前改造完成。楚风说道。他此话一出，此地的所有人，无论是改造师还是维护师还是长老，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眼中没有太多情绪，皆是看热闹的心态。且有些人嘴角忍不住扬起一抹讥笑。这个结界铠甲，总打造师率领9位打造师，耗费足足10日时间才完成改造。他一个初到此地，对结界铠甲完全不了解的新人，却说几个时辰便能改造成功，这不是痴人说梦吗？521，此事关系重大。首席长老还想劝楚风，可楚风却果断地说道：“长老大人，我改造之后必会让这铠甲肉眼可见的提升。肉眼可见，这位521打造师，你可真是挺自信的。你了解这结界铠甲吗？你知道它是由多少阵法组成的吗？你知道阵法与阵法之间相连需要怎样的技术吗？你知道它究竟有多伟大？”
又有多么复杂吗？那总打造师接连质问，话语之中也不免有几分讽刺之意。可首席长老却对楚风问道：“你确定吗？若是出现差池，可是要担负责任的。严重的话，你可是丢掉小命的。”首席长老这可以说不是提示，而是警告，换做其他人恐怕都要思考一会。可楚风却依旧面色不改，没有片刻犹豫，直接道：“我可承担一切后果。”听闻此话，那总打造师更是不屑一笑，旋即便要开口，可首席长老的声音却率先响起：“让他改。”首席长老，总打造师一脸难以置信，本还想说什么，可首席长老却是没再看他，而是将目光投向楚风。521，需要什么配合你直说，老夫今日就在这里陪着你。但我也要明确告诉你，若是因你让这些海鱼儿的结界铠甲出现问题，老夫也要与你承担责任。这句话既给了楚风压力，但却也给了楚风底气。多谢长老大人信赖。随后，楚风便立刻上前，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装那结界铠甲。因为此地本身便有着诸多强大的阵法力量，可以为他们所用，所以这结界铠甲的改造，靠的并非是他们自身结界之力的强弱，而是他们对结界之力的领悟，对结界阵法的领悟。也正因如此，此地的打造师结界之术普遍也并非这世界较强的，但楚风仍是其中最弱的。所以起初人们对楚风都是怀疑，甚至等着看笑话的态度。但楚风刚刚出手催动阵法，人们的目光便有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来，就连原本打算离开的长老们也不走了，纷纷围了上来。正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而楚风这一出手，他对结界之力的掌控，对此地阵法力量的调度，都让人们觉得他不像是初次触碰这件结界铠甲。很快，人们脸上的金色越来越浓，原本喧闹的大殿内竟变得鸦雀无声，唯一能听到的便唯有楚风的手臂挥动的风声，以及结界之力蠕动的声音。而首席长老的脸上也是逐渐浮现出笑容，他意识到他赌对了，他为星海世界找来了一位极为利奥德的家伙，这小子真是厉害。但他要一个人来完成整个结界铠甲的改造吗？首席长老心中暗道，他觉得楚风若是依靠一个人来改造，并非不可，但若是能够调动其他人帮忙，则是更能凸显他的掌控力。毕竟人多力量大，但掌控力很关键，若是掌控力不足，调度不当，指挥不当，反而效果适得其反，还不如自己一个人。正因你如此，首席长老也没有给予任何建议，而是让楚风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发挥。忽然，楚风大袖一挥，数道结界阵法布置图浮现而出，且飘到了在场的每一个改造师面前。不仅是改造师，就连维护师也有阵法图，并且那阵法法图极为详细，不仅是阵法图，还描述了要这些人如何来做，如何来配合。看到那些阵法图的一刻，诸位长老面面相觑，很快所有长老的目光都放在了首席长老身上，眼中满是敬佩。而首席长老脸上笑意更浓，看着楚风也不由感到骄傲与自豪。楚风的阵法图看得他这位老江湖都汗毛竖起，因为实在太完美了。可以这么说，如果说拿到楚风的阵法图还不知道怎么做，那只能说明这个人太蠢。但能够来到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是蠢的。楚风似乎是掐准了时间，待的几乎所有人都了解了阵法图之后，这才忽然停止手上工作。他对着所有人客气的施以一礼，这才说道：“麻烦诸位了。”此话一出，众人也是立刻行动。在改造师与维护师配合之下，时间一点一滴流逝，可人们没有感觉到疲劳，反而越发兴奋，尤其是维护师们格外的兴奋。以往他们只是负责维护结界铠甲，参与到改造之中还是第一次，尽管做的也是辅助的工作，但却也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首席长老，您从哪找到的这个宝？好厉害啊！他对阵法的了解程度，连我们都是不如。此时，一些与首席长老关系好的长老走上前来，低声叹道：“若不是宝，老夫敢在这种关键时刻让他乱来吗？”首席长老此时脸上不免有了几分得意，而众人对首席长老也是露出佩服的目光。先前首席长老力挺楚风，他们还不理解，现在他们终于知道原因了。老师之前那结界铠甲终于改造完毕，外观没有任何区别，但所有人都知道内部已是有了极大的加强。楚风对着众人这一晚上的改造，可以说是对这结界铠甲进行了一次极为精致的加强。因为这结界铠甲是由多座阵法组成的，楚风几乎将所有阵法以及阵法相连之处进行加强。没过多久，便又有一位首席长老来到此地，这是一位女长老。虽是首席长老，可是她的容貌却保持在中年模样。她是专门来取结界铠甲的。333长老，你也在这里？女长老看向楚风身旁的首席长老，333便是她的名字，但除了同级别或是更高级别的人，没人敢直呼她的名字。777长老，你不妨仔细看看这结界铠甲。首席长老得意地说道。而777乃是那位女长老的名字。听闻此话，女长老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一观察不要紧，她也是目露喜色，有劳了。她对首席长老施以一礼，随后拿着结界铠甲便快速离去，俨然已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将这个全新的结界铠甲送到仙海鱼儿面前了。521，辛苦你了，若是此次收获很好，必然会给你重赏，先回去休息吧。女长老走后，首席长老对楚风说道，他此时说话都是面带笑意，毫不掩饰对楚风的欣赏。他几乎确定这结界铠甲定然会让仙海鱼儿满意。长老大人，我一点都不累，但我有一个提议。楚风说道。什么提议？首席长老问。能否让我一个人留在此地？楚风暗中传音的问道。你一个人？首席长老有些意外，于是也暗中传音回问。若不信任，首席长老大人也可留在此地，但我不想让太多人留在这里。楚风暗中回答。你要做什么？说出你不想其他人留在这里的理由。首席长老继续暗中询问。那座结界铠甲是我星海世界能打造出来的较好的铠甲，但它适用于每一个人。我想打造一座阵法，这阵法完成，可让那结界铠甲升华，让它只为仙海鱼儿大人所用。但我接下来要布置的阵法会深度解剖仙海鱼儿大人血脉的秘密，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看到，
楚风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好，首席长老点了点头，旋即立刻命令所有人离开这里，没有他的命令不许进来。很快，这里便只剩下了楚风以及首席长老2个人。521，好好干，你若能够办成，那老夫也会跟着你沾光。首席长老此话说完，他也走了出去。他竟没有选择留在这里看着楚风，而是让楚风一个人来掌控此地诸多强大的阵法，这是绝对的信任。这老头怎么这么信任你啊？女王大人感到疑惑，就连楚风也感到疑惑。他本来的打算是避开其他人，然后他与首席长老2个人留在此地的。之所以要避开其他人，并非是不想让其他人洞悉到小鱼儿血脉的秘密，因为凭借他的手段，完全可以不必暴露出太多小鱼儿血脉的秘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楚风接下来要展示的结界之术水平，将是他这些日子以来对此地结界阵法真正的理解与领悟。楚风怕惊到他们，怕招来不好之事，但楚风对首席长老还算信任的，能感觉到首席长老对他的器重，自然也就不会对他不利。实际上，先前楚风对那结界铠甲的改造，不过是在结界铠甲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楚风之所以要调整，并非只是让那结界铠甲变得更强一点，那一点强楚风还看不上，但楚风接下来要布置的结界阵法，将会让那结界铠甲彻底的为小鱼儿所用。不过这次布阵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比楚风预想的还要久，竟然耗费了足足10日。10日之后，楚风虚弱的站在此地的大阵之前，他仍在催动大阵，看着强大无比的阵法之中一颗巴掌大小的光球后，楚风嘴角不由扬起一抹微笑。这是尚未完整的阵法，但仅需要一步，他将彻底完整。这一步楚风都做不到，需要小鱼儿用他的血脉之力才能彻底激活。谢天大人，首席长老大人。忽然，外面的阵阵声音响起，让楚风下意识的便将这耗费10日打造出的阵法收了起来。随后，楚风更是来到门前。这座大殿很是特别，关闭之后，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到里面情况，可楚风透过大门却是能够看到外面。此时外面已经少了许多人，想必是10日时间的等候，让许多人选择了离开。但首席长老还在，那位总打造师也还在，当然，其他打造师以及维护师以及长老也是有一部分在的。不过眼下最吸引楚风目光的，乃是2个陌生脸孔，其中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头，仿佛命不久矣，但一个实力就很是不凡。他的穿着与首席长老以及那位女长老一样，这个瘦老头应该也是一位首席长老，而在那瘦老头旁边还有着一名青年男子。从长相来看，他更像是一个少年，面容清秀，可却给人一种非常冷漠之感。他一看便不是阵法人，他应该便是那个借天稀客呀。444长老怎么来我们这里了？此时与楚风关系较好的首席长老对那瘦老头问道，看着像是问好，但却有着几分讥讽之意。看得出来他们2人的关系并不太好，甚至可能有着一些过节。借天大人需要一位打造师，希望你能割爱。那位瘦长老说道。听闻此话，在场的所有打造师皆是脸色巨变，面露惊恐。很显然他们都不想为借天效力，至于为何不想为借天效力，那可能就是借天待人不好的传闻乃是属实了。你们这里新来了一个打造师，我只要他。忽然借天开口，冷漠果断，而他这一开口让所有人都有些诧异，他们没有想到借天会知道这里新来了一位打造师，但也正是他这一句话，让原本很是紧张的打造师们顿时长松了一口气。那位总打造师更是直接说道，是的，借天大人，我们这里的确新来了一位打造师，叫521。见他说出此话，首席长老顿时面露怒色，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似是感受到了首席长老那凌厉的目光。那位总打造师这才赶忙闭嘴。怎么了？舍不得割爱？那瘦老头笑眯眯地问道。虽不知你们是如何知道521的存在，但恕老夫直言，的确舍不得割爱。首席长老也不兜圈子，而是直接拒绝。楚风这样的宝贝，他自然不愿拱手相让。听闻此话，瘦老头的笑容更加意味深长，怕是由不得你。随后他手掌张开，一道令牌浮现而出。看到那令牌之后，所有人都是目露意外，也包括首席长老，因为这令牌写着调遣令3个字，且令牌右下角还有着5个大字，首席大长老。首席大长老的调遣令可以调遣任何人，甚至包括首席长老也可调遣。首席大长老竟然将这调遣令都给了你。首席长老十分意外，他知道这代表着什么。这调遣令其实不是给瘦老头的，而是给借天的，因为这代表着仙海鱼儿与借天2人之间，首席大长老现在更为看好借天，所以才会将如此重要的令牌交给负责守护借天的瘦老头。有此调遣令，借天将可以享受星海世界几乎所有最好的资源，这是偏心的行为。所以那个521在哪里？瘦老头问道。尽管首席长老很不情愿，可在这星海世界，服从命令乃是他们首要责任。等一下，但他仍没有直接打开大门，而是自己先进去。他是害怕楚风还没有完成想完成的事。楚风，你全都看到了。当他进来后，发现楚风就站在门口，便意识到楚风也见到了外面的情况。长老大人，我能不去吗？楚风问。首席长老摇了摇头，不能，那是首席大长老的调遣令，别说是你，就算让老夫去，老夫也要去。真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你的。首席长老很不甘心，也有些想不通。没事，那我就过去，反正我想做的事已经做完了。劳烦首席长老将此物亲手交给仙海鱼儿大人。楚风说话间，将他精心布置的阵法取了出来，先将此物放入结界铠甲之中，再以仙海鱼儿的血脉之力便可激活，他可让那结界铠甲变得更强。楚风说道，而不用楚风介绍，只是看到那阵法，首席长老已是瞪圆了双眼，深深的被眼前之物所吸引。他知道这阵法的厉害，正因知道这阵法的厉害，他更加确认楚风的人才，也更加的舍不得。看了一眼如此厉害的阵法，又看了一眼楚风，他的眼中目光变化，做出了一个决定。521，你知道为何老夫没有看着你，而是让你独自一人在如此重要之地布阵吗？首席长老问。因为长老大人对我信任。楚风说道。首席长老笑着摇了摇头，旋即说道，信任并非没有，但远没有到这种地步。老夫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